这是整个叶问系列中李小龙唯一出手的一次截拳道对决空手道。下面请跟着学徒的解说细细品。时值1964年的美国长堤空手道大赛，李小龙向众人展示中国功夫。他指上打下招式既快又准，在先佯攻一拳骗防后，立刻向前垫步侧踢，登时将对手踢翻倒地。二人抱拳行礼以示友好。这是截拳道的独特礼，又被称为正翻礼，包含了抱拳礼和鞠躬礼，在庄重严肃的同时，也展现了功夫之美。紧接着，李小龙开始展示寸拳，一人持护垫站立在前，双方相隔不过1臂的距离。李小龙在找了2下感觉后，猛然间一拳击出，虽动作幅度很小，但却极具爆发力。对方重重的跌坐在凳子上，滑出数米远。正所谓腰马合一，力从地起，这便是寸拳的力量。如果没有护垫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实际上，在真实影像中，李小龙所展示的寸拳发力距离最短只有1掌左右，在场观众却明显有人不服，认为这不过是内定好的花哨表演。赛后，叶问对李小龙的功夫大为赞赏，师徒多年未见，相谈甚欢。却不料此时一群身着空手道服的男子夺门而入，他们大肆嘲笑李小龙的功夫，双方一时剑拔弩张。师傅，经常练，很快回来。李小龙此话并非只是宽慰师傅，类似这种寻衅挑事真如家常便饭，但以他的功夫往往很快便能解决战斗。中间一人摆开架势，其余2人在旁略阵，3人均是黑带，但腰带上却没有段位横杠，应是黑带入门水平。岂料李小龙抬手一指，让他们一起上，几人登时乐开了花，竟真的要上前动手，当真毫无武德。右腿外摆抱头，左腿侧踢击胸，右腿垫步侧踢，李小龙连出3腿，瞬间解决战斗。一人1腿，不多不少。李三角起势浪得虚名，只见向中跃出一人，在秀了一记腾空前踢的腿法后，伸手挑衅，看样子应是3人的师傅。这一腿意在展示准度与灵活性。转身侧踹，此人再秀一记腿法，这一腿的威力很大，登时将肛门踢扁，意在展示力量。面对来者的心理施压，龙哥不为所动。对方摆出空手道前屈力战架，前手成拳在前，后手护住下颚，这是一种攻击型的战架。空手道也即空手，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唐手的徒手搏击术，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，在电影所处年代盛行全球，是最知名的徒手搏击术之一。此人修炼的是极真空手道，又名全接触式空手道，是最具实战性的流派。同时可以看到他的黑色腰带上有4道横杠，这说明他是黑带4段，相当于空手道馆主的水平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而龙哥则是以截拳道的警戒式战架赢得，双手并不握拳，或者有时半握半松，这是一种高效精简的战架。截拳道强调灵活机动，警戒式可完美配合步伐，做到刹那间迅速移动。馆主率先出手，跃步起右腿前踢，并迅速接转身回旋踢，龙哥当即后仰闪避，右腿高扫，龙哥抬臂外格，左腿前踹，侧踹腿，脚不落地顺势扫踢，龙哥一时大意被其踢中。此人腿法犀利刚猛，连续的腿法组合只在一瞬。试探之下，他轻蔑摇头，仿佛已看透龙哥精良。他对腿法十分自信，再度出腿压制，却不料龙哥已认真起来。他的扫腿只踢至半路，而龙哥的高位勾踢已踢中其面门。这就是截拳道的技击理念：半路截击，后发先至，进攻即是防守。面对馆主的出腿，龙哥并不闪躲，而是直接以腿法截击，实现攻防一体。馆主显然有些蒙圈，开始谨慎起来。他跃步上前，起右腿低扫，而龙哥直接以左腿截踢，并顺势衔接右腿正蹬，防守和进攻同时进行。登时将馆主踢得靠在墙边，龙哥微微一笑，礼貌性的还了一个眼神。猛圈的馆主更加猛圈，他变得更加谨慎。2人拉开距离，稍作调整，龙哥跳起了中摆步，步伐堪称截拳道的精髓。中摆步是以胯带腿，双腿交替摆动，搭配前后滑步、跳步、左右交替步、环绕步，可灵活控制距离，并能迅速发起进攻，具有很强的机动性。馆主再度出手，起左腿扫向龙哥，这一腿的速度明显变快。龙哥见状，当即俯身闪避，同时立刻出腿扫堂，攻防间被扫中其脖窝，馆主登时剧痛倒地。他大感愤怒，猛冲而来，通过助跑借力使出一记凌空飞踢。如此大幅度的腿法在截拳道面前无异于寻死。龙哥见状，直接蹬地而起，以凌空侧踹截击，将其重重踢飞。馆主再度挣扎起身，龙哥通过跳步灵活控制距离，始终聚焦2人中线。馆主明知腿法不敌对方，但仍是使出了一记扫踢。龙哥抬臂轻松外格，他早已窥破其意图，
这一腿只是佯攻，并没有什么力道。真正的杀招是紧跟的后手重拳。龙哥直接以快打慢，在格挡的同时迅速出拳重击其大腿，随后右手被拳立刻抡出，馆主无奈只能收拳防守。这里有一个捂大腿的动作，足见龙哥截击拳法力道。馆主自知腿法无效，改换以拳法进攻，以连续的进步冲拳攻向龙哥，而龙哥则紧守中线，边挡边退，在其一拳打空之际挥出右手被拳砸中其面门，馆主痛得踉跄后退，右手重摆，右拳截击，左拳砸背，左手重摆，俯身闪避接左右拳连续击肋，左手背拳，右手冲拳。龙哥在拍防的一刹立刻被拳打，馆主登时狼狈挂彩，凌空两连踢，馆主的拳法也对龙哥构不成威胁。在擒住其右臂后，龙哥脚不落地，连续出腿勾踢，第四踢直接爆头。本以为胜负再无悬念，却不料对方抗击打能力强悍，竟仍能再战。龙哥未将其放在眼中，随手攻出几招，却不料馆主趁龙哥大意将其嘴臂擒住，凭借力量优势使出一记摔头。二人毕竟存在重量级差异，这一摔的威力不容小觑，一旦被 KO 便是满盘皆输。在落地的一刹，龙哥以双脚撑地，同时借势翻滚，化解了一部分力道，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馆主抓住机会乘胜追击，龙哥在避开其拳法后，以右手摁住其后颈，同时立刻起右腿顶膝，馆主硬吃一腿，在龙哥第二腿踢来之时，再度以蛮力将其搂住，欲再使摔头。龙哥早有所料，在凌空之际蹬墙止住摔势，并借力使出一记凌空飞膝，在其踉跄之际，紧跟以连续的重拳击头。寸拳在方才的空手道大会上，众人还在嘲笑寸拳是花式表演，这里龙哥直接在实战中用出，可谓是最好的回应。这一拳极具穿透力，对方被击得重重跌在墙上，见拳脚不是对手后，馆主竟从腰间拔出了双节棍，古有班门弄斧，今有龙门弄棍，想必是梁静茹给他的勇气。龙哥见状无奈地笑了笑，此人的双节棍技法实属一般，他的棍法不是横扫就是直劈，招式极为单一，丝毫没有发挥出双节棍的柔韧性优势。双节棍是源自我国古代的一种奇门兵器，兼顾了软硬两种兵器特点，虽然小巧但威力巨大，据说甩出的最大力量超过1400斤。李小龙将其发扬光大，知名全球。馆主蓄力劈棍，龙哥瞅准时机一脚踢回，反砸在他自己头上。馆主凭借抗击打能力再度持棍杀来，而龙哥直接对其截击，在双节棍劈来之际，右掌当即推出，这一掌恰到好处，在外侧游离棍回弹之时，被龙哥一把抓住，完成了一记漂亮的夺棍。紧接着右手寸劲爆发而出，再次将其击倒。接下来龙哥向他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双节棍，馆主惊得差点掉了下来。他精通的腿法、拳法，甚至双节棍样样不如对手，自己反成了小丑。他抄起一根铁棍要鱼死网破，但面对双节棍岂是对手？龙哥的双节棍角度刁钻，专打要害，头部、手部、腰腹相继中招。龙哥再以一记佯攻骗防后，出腿将其铁棍踏落，随后竟直接将兵器丢给对方。馆主当时不知所措，龙哥趁此机会当即垫步侧踢，这是龙哥的代表性腿法。若问力量有多大，看完这段影像你或许会略知一二。馆主重重飞出，胜负再无悬念。馆主的实力虽强，但远非龙哥对手。若不是龙哥怀着友好的心态比试，想必战斗早已结束。馆主输得心服口服，竖起了大拇指。此处不仅是对电影角色的点赞，更是对武道家李小龙的致敬。李小龙先生是世界武道变革先驱，无限制综合格斗之父，是中国功夫第一位全球推广者。是他将功夫写进了英文字典，外国人羡慕中国出了个李小龙，而可笑的是，国内却有不少人认为这是胡乱吹捧。电影中这段对于李小龙的呈现，可以看出满满的敬意，一招一式，一字一句，均是致敬。角色的饰演者陈国坤对于李小龙的还原可谓十分精彩。李小龙的模仿者学徒只认坤哥，叶问一直在旁观战，从一开始的有些担心，到后来的释怀。他对自己的这个徒弟非常认可，然而中华总会的一帮华人师傅却是完全相反的态度。他们对于李小龙教授洋人中国功夫大为不满，叶问因此受到牵连，与中华总会第一高手太极拳万宗华之战即将拉开帷幕。